第12章马赛克。诛仙阵外，万丈光芒中心，众修仙家族子弟都聚集而来查探。上仙，万丈光芒和千条锐气就是从这山洞中发出的，可山洞中什么也没有啊！聂天霸皱眉问道。张神虚捏着白纸扇，眯眼看着天空的祥瑞，看来这里并非是宝物出世，而是某种法宝发出的异象罢了。这里之前有什么？之前，聂天霸疑惑地看向一众家族子弟。之前这里什么也没有，我经过这里检查过，连山洞也没有。一个聂家子弟说道。不可能，这山洞内的痕迹肯定凿开很长时间了，怎么可能没有山洞？你们没有仔细搜？聂天霸瞪眼道。聂家主，此地我也搜寻过，之前的确没有山洞，我也搜索过附近，之前这里没有山洞。几个修仙者的开口让聂天霸满脸疑惑，之前没有山洞，你们眼瞎了吧？这山洞内的痕迹明显已经下来很长时间了，有的地方都有青苔了，你告诉我刚炸开的。这时张神虚手中白纸扇猛地一扇，顿时四周草丛掀开，露出12个坑洞。咦，这是什么？聂天霸惊愕道。这是镇机口。张神虚神色一动。镇机口？没错，这里原本有着一个粗浅的密阵遮盖山洞，你们看不见山洞也很正常。这地上坑洞极为狼藉，应该是有人匆忙间蛮横拔了布阵之物。张神虚脸色一沉道。有人刚从这里逃跑，逃命都不忘带走财物，这是王可。聂天霸陡然脸色一变。王可？张神虚不解道。肯定是王可，他居然躲在诛仙阵附近，他还没跑远，快追快追！聂天霸激动道。众修仙者快速四散追捕了起来。聂天霸告罪一声，也和众家主加入到了追捕之列。毕竟谁抓住王可，就能找到幽月公主，就能找张神虚领赏呢。张神虚没有阻拦，只是有些搞不懂，那王可为何要制造如此爆炸，吸引自己一行人来？难道幽月公主，你是用爆炸嘲讽我抓不到你吗？张神虚双眼微冷。诛仙阵远处一个废弃的古庙之中，古庙残破，内部佛像更是只剩下一半了，但从开裂腐烂的牌匾上还能看到镇魔寺3个沧桑古字。王可、幽月公主。张正道一阵气喘吁吁。三人虽然都是先天境实力，但一口气跑这么远，还是有些气喘的。总算安全了，好险，差一点就被抓住了。张正道瘫在地上惊骇道。这样下去不行，必须要伪装一下，我们3人这模样太冒险了。王可喘了口气道。对，伪装，我怎么忘了？不行，我要伪装一下，让他们认不出我来。张正道顿时跳了起来。伪装，这个我擅长，你们等我一下，不许偷看。幽月公主神色一动道。说着，幽月公主走到古庙佛像之后伪装去了。张正道，你的伪装？王可看向张正道。放心，这是我吃饭的本事，我自己会，等着我。庙外有着一条大河，我去对着水面化个妆。张正道说道。王可点了点头，继而自己也从储物袋取出一身衣裳更换了一番。换好衣裳，王可从储物袋中取出刚刚拔来的12面小旗，轻轻擦拭。还好我反应快，这12面小旗可是花了我好大的代价才买来的，只可惜这次仓促蛮横拔出，大半都坏了。哎，王可微微一叹。等了一会，幽月公主换了一身男装从佛像后走了出来。因为腿比较长，换了男装的幽月公主依旧极为高挑，戴着帽子遮掩了长发，只是胸肌略为显著，好在男装衣服宽大，勉强能够遮盖，脸上一道刀疤依旧有些醒目。怎么样，你现在认不出我来了吧？幽月公主转了个身子，期待道。王可，我又不是眼瞎，你就换了一身衣裳，这不还是你吗？王可昧着良心道。离认不出你来还差那么一点点，你还能认出我来？没可能啊，我以前在皇宫换上男装就没人认识了。幽月公主惊愕道。王可，你以前在皇宫是公主，谁敢忤逆你的意志啊？反正我还是能看出来。王可实话实说道。这不可能啊！幽月公主一脸郁闷。王兄，公主，我伪装好了，你们看看怎么样？古庙外传来张正道的声音。幽月公主望去，却看到一个肥胖的老妇女从古庙外走来。老妇女胸口2个圆鼓鼓的大球，在老妇女走来之际一摇一晃，但看到这老妇女的脸，却让2人神色一降。这脸上胭脂涂得跟鬼一样，醒目如血般的口红，看得幽月公主眼睑直跳。世上竟有如此之丑之女人。相比之下，王可大表姐就忽然端庄秀气了不少。张正道，你扮女人？幽月公主惊愕道。是啊，还好我留了2个小西瓜没吃，挂在胸口衣服里，刚刚好。张正道揉了揉胸口笑道。这一笑看得王可头皮一阵发麻。王兄，我这伪装怎么样？张正道期待道。你这伪装虽然已经掩盖了你的面目，但不知为何我好想打你。王可面色古怪道。哈哈，那就是成功了。对了，你们俩怎么还没动啊？张正道得意道。
优越公主脸色一僵，你眼瞎吗？你男扮女装，我女扮男装，看不出来。不过优越公主也终于明白了，以前在皇宫中是宫女们故意讨好自己的女扮男装和张正道的男扮女装根本不是一个段位的。优越公主，要不我给你画个我这一样的妆？张正道问道。画成你这样，我还不如去死。你别过来！优越公主惊叫道。你不相信我手艺？张正道一脸疑惑。王兄，优越公主信不过我，要不我先帮你伪装？张正道看向王可。不用，我自己会伪装。王可顿时止住张正道上前。王兄，你手段也是不少，你要怎么伪装？张正道好奇道。伪装的目的就是让别人认不出你脸来而已，认不出脸，只要打上马赛克就行了，不需要你这么大牺牲。王可古怪地看着张正道，那张脸往脸上打马赛克，什么意思？张正道一愣。王可翻手取出一个小瓶子，打开瓶塞，顿时看到瓶中有着一些透明液体，就是这个，涂脸上就行，肯定比你的效果要好。王可解释道。涂这个就行了？不可能，我的易容术可是最顶级的。张正道一脸不信，最顶级的易容就是扮丑吗？优越公主眼皮跳了跳，看向王可手中小瓶，这瓶中透明乳胶有什么用？不过再怎么效果也肯定比张正道满脸胭脂要好吧。优越公主顿时倒出半瓶，涂在自己脸上。优越公主不用涂那么多的，王可叫道。但一切已经迟了，就看到优越公主脸上忽然一阵通红，继而冒出无数小痘痘，一张脸瞬间不能看了。张正道倒吸口凉气，王可的易容就是泼毒酸毁容啊，对自己的脸也能下得去狠手，这特么也太狠了，恐怖如斯啊！怎么了？我脸上怎么感觉热热的？优越公主疑惑道。疑惑中取出一面小镜子照了起来。鬼啊！不，这是我的脸，不要啊！优越公主尖叫而起，自己的脸被毁容了，一道刀疤已经让优越公主绝望了。此刻毁容，优越公主顿时有了想死的心。别担心，只是青春痘而已，我这药只是过敏药，只是刺激面部皮肤，长点青春痘而已。等到了天狼宗，我还有消炎药，到时涂一下就能恢复如初了。王可马上解释道。真的吗？优越公主惊恐地看向王可。放心。王可点了点头。说着，王可用指尖轻轻沾了一些敷在脸上，顿时脸上也长出无数青春痘。很快，王可的容颜就被青春痘封印了。不是特别熟悉王可的人还真一下认不出来，虽然丑了点，但还有个人样，比优越公主那张脸好太多了，涂一点点就行了，你怎么不早说？优越公主气愤道。我想说来着，但你没让我说啊。王可解释道。哼！优越公主一阵郁闷。张正道，你要不要来点？王可问道。张正道看着优越公主的脸，面部一阵抽动，还是算了吧，我自己会伪装，不用打马赛克也好。现在我们无法躲了，还是想想如何前往天狼宗吧。王可皱眉道。你不是要等他们搜寻结束再走吗？等不了，刚才跑的时候不是看到有人在天上飞吗？看来是金乌宗弟子抵达了，并且收编了聂天霸。刚才的一个爆炸有羞辱金乌宗弟子成分，恐怕金乌宗弟子会有仙法参与其中，不得不快走。王可皱眉道。那就走吧，你带路。张正道疑惑道。我厄运缠身，不能带路，你们谁来？王可看着二人，张正道和优越公主相互看了看。我来吧。优越公主顿时沉声道。你认识天狼宗的路？王可问道。那是当然，我看过10万大山的地图，还知道一些小路，我怎么可能认错路？优越公主拍拍胸脯道。好。二人点了点头，由优越公主带路，三人顿时离开了古庙。这一走就是走了2天2夜，优越公主带路就是好，路上居然一个搜捕我们的人都没见着，哈哈，我们应该走出他们包围圈了吧？张正道兴奋道。王可微微皱眉，可我为何有种不好的预感？你们俩不要担心了，我带路，你们放心好了。优越公主说道。王可一阵沉默，上次盛典之光的爆炸还历历在目，王可对优越公主的期待还是非常有保留的。看，翻过前面那座山，就能看到一个仙阵了。优越公主肯定道。是吗？王可心中的不安越来越盛。走。三人顿时翻过了那座山，落在一个平地之上。三人面色一僵，停在了那里。前面好像有一个古庙。优越公主面色古怪道。模样和我们2天前休息的那古庙一模一样，那边的大河也一模一样，我还在那化过妆呢。张正道茫然道。三人顿时走到古庙面前，看着古庙上那腐朽的牌匾，王可黑着脸。什么一模一样？镇魔寺？还是之前镇魔寺？我们又回来了，我们转了2天又回来了。张正道惊愕道。可能。优越公主顿时声音矮了不少。优越公主，你不会是个路痴吧？王可面色古怪道。我的方向感有那么一点点弱。优越公主无奈低头郁闷道。
王可、张正道三人跑了2天，又回来了，自己英明一世，居然瞎了眼，找个路痴带路。正在王可、张正道气急之际，什么人？一声断喝从古庙传来。2天前，古庙里没有人，现在古庙里有人了。王可、张正道、幽月公主望去，却看到一脸气势汹汹的聂天霸从古庙里走了出来。聂天霸，王可一口老血差点喷出。幽月公主带自己兜了2天圈子，都到聂天霸面前来了，这什么操作？上次什么盛典之光坑了自己一把，现在又来坑自己了。